你听过瘦瘦针吗？它已经风靡全球，具有庞大的需求市场。有句话说，减肥是女人一辈子的事。其实不止女人，现在全世界的男人、年轻人、中年人，甚至小孩，都被肥胖问题困住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减肥不只是穿衣服好不好看的问题，而是健康会不会亮红灯。举个例子，你想象一个35岁的上班族小美，她每天早上喝手摇，中午外食，晚上加班又点宵夜，5年下来，她从55公斤飙到75公斤，体检报告开始出现红字，血压高、血糖高，医生跟她说，再不控制就要变成糖尿病前期。小美尝试过节食、跑步、健身房会员，可是每次都撑不过3个月，最后体重还是反弹。这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，全球将近一半的成年人都面临过重或肥胖的问题。对药厂来说，这不是单一病人的困境，而是一个庞大到惊人的市场需求。这时候，诺和诺德率先出手，他们推出的周先达就像一个打破规则的角色。对小美这样的人来说，只要每周打1针，就能有效抑制食欲，甚至改变身体的新陈代谢。网络上很多使用者分享，打针半年可以瘦下来10几公斤，这种效果几乎是以前减肥要望尘莫及的，难怪周先达一上市就供不应求。但是故事没有到这里就结束，因为另一个巨头礼来带着猛健乐和 Zepbound 强势登场。临床数据显示，单就减重效果来说，他们甚至比周先达还要好。先说，我们没有接任何业配哦。而这些瘦瘦针不只是红在医学界，也红到股市里。过去2年，礼来和诺德的股价几乎是火箭般上升，市值直接挤进全球制药的前几名。投资人说，这根本是制药界的 iPhone 时刻，因为它不只是产品，更是一个全新的产业。本集影片就来仔细聊聊诺和诺德与礼来这2家药厂的故事，以及未来的展望，帮助你更认识这个产业，在投资路上走得更顺遂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报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，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诺和诺德的故事。诺和诺德是一家丹麦公司，其实已经成立超过100年了，而且它的崛起几乎就是现代医疗史的缩影。故事要从1920年代说起，那时候全世界刚刚发现胰岛素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。在那之前，糖尿病几乎等于绝症，病人一旦发病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体慢慢垮掉。就在这个背景下，丹麦的科学家奥古斯特·克罗和他的太太玛丽前往加拿大，亲眼见证了胰岛素的诞生。这个发现震撼了他们，也让他们决定把这项技术带回北欧，开始在丹麦生产胰岛素。于是，在1923年，第一间专门做胰岛素的公司 Nordis 诞生了。几年后，2位兄弟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，就自立门户开了 Novo。这2家公司从此就展开了长达几10年的竞争，直到1989年才正式合并，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诺和诺德。2个宿敌合体之后，直接变成全球最大的胰岛素供应商。诺和诺德的核心其实一直围绕在糖尿病治疗，他们做的不只是药，还有血糖检测设备、胰岛素注射装置，几乎陪伴了全世界糖尿病患者走过1整个世纪。像大家常听到的 Ozempic、瑞贝士，还有今天大红的周先达，通通都是出自这家公司。今天的诺和诺德已经不只是丹麦的骄傲，而是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。他们有超过4.8万名员工，产品卖到168个国家，市值一度比整个丹麦的经济规模还要大。一家公司居然比一个国家的 GDP 还值钱，简直恐怖无私啊！更夸张的是，在2022年的时候，丹麦的经济成长有2/3都要归功于诺和诺德，就像是整个国家被一家公司拉着往前跑。当时很多经济学家甚至担心，丹麦会不会变成所谓的单一产业依赖症，也就是一旦没有这家药厂，整个国家的经济可能瞬间垮掉。诺和诺德也不是只有糖尿病和肥胖药，他们还涉足血液疾病、荷尔蒙治疗，甚至罕见病领域，只要跟慢性病有关，他们都想插旗。从2010年开始，他们也常常被评为全球最具永续发展的企业之一，还拿过全球最永续公司的头衔。对投资人来说，它不只是会赚钱的药厂，更是一个有品牌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。你可能会好奇，
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有办法从一个胰岛素的研发者，变成今天全世界讨论的减肥霸主？他们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持续创新，永远盯着下一个大市场。从糖尿病到肥胖，这条路听起来只是跨了一小步，但实际上却开启了一个价值上千亿美元的全新产业。所以，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 Wegovy 缺货，Ozempic 抢翻天的时候，背后支撑的就是这间来自丹麦的诺汉诺德。它不只是制药公司，而是正在改写我们对健康、对体重，甚至对医疗产业想象的巨头。李来的故事。李来是美国的跨国制药公司，它的故事要从1876年说起。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，一位曾在联军服役，同时又是要计划学家的上校伊莱·勒里回到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里斯，在店门口挂上了一块木牌 ：Eli Lilly Chemist。他只有3名员工，第1年要卖到年底，收入也就4000多美元。但他做了2件看起来很小，却大大改变产业的事：把药丸做成胶囊，加上果味与糖衣，让病人第一次觉得吞药没那么痛苦。这种把人放在中心，用工程与细节去解决问题的习惯，写进了李来的 DNA。接下来的几十年，李来一路扩张，到1920年代，糖尿病仍是夺命的疾病。就在多伦多，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，也是加拿大医师的班廷与同事们刚分离出能救命的胰岛素，却苦于无法量产。李来的生物化学主管主动上门，谈合作、建产线，最后在1923年把全美第一个商业胰岛素产品推向市场。你可以想象那一年，无数糖尿病患者与家属收到希望时的表情，而李来也正是从一家药铺变成将科学实际解决世界难题的工业巨人。2战之后，李来又成了疫苗与抗生素的工厂。到了1955年，更成为第一批把烧小儿麻痹疫苗推向临床、量产普及的公司之一。时间再往后推，大家耳熟能详的百优解在1980末改变了忧郁症的治疗版图。精神科用药 Zyprexa， 糖尿病长效胰岛素 Humula， 肿瘤与免疫类新药，一个接一个。当然，李来也不是没有跌倒过。2009年，李来因为违规行销 Zyprexa 认罪并付出巨额罚金，总额达14.15亿美元。这个事件给李来狠狠地上了一课。如果说李来的第一幕是把胰岛素做大做稳，第2幕就是 GLP-1 的时代。这个名词听起来很专业，其实白话就是一群能改善血糖、抑制食欲、帮助减重的荷尔蒙。早期，李来就和合作伙伴把第1代 GLP-1 类药物带进市场。到了2020年代，他端出了替尔博泰，也就是大家现在熟到不行的猛健乐语 Zepbound。临床数据一出来，减重幅度、对代谢的改善，直接把这条赛道点燃。许多人惊讶地发现，减重不是光靠意志力，身体的代谢开关本来就可以被吊效。李来这一步，让他从糖尿病领域转身成为新一代体重管理与新代谢医疗的大赢家。李来为什么能转得这么快？一个关键是当 GLP-1 带来的爆量需求让全球都在喊缺货时，李来不是只在实验室里钻研，而是连下游的制造与配送都一起布局，从扩建厂房、并购 CDMO 产能，到推出直面病人的服务，像是以数位管道串接用药咨询与居家配送，把我做得到变成你拿得到。这种把供应链当成产品一部分的做法，本来是科技公司的强项，李来把它移植进了医药业。再来是研发了产品持续对标市场需求，除了肥胖与糖尿病，他在阿兹海默、免疫、自体发炎、肿瘤等管线都在加码研发，甚至从抗体到小分子，从基因治疗到新一代代谢药，玩法越来越立体。李来就像一个平台型的制药公司，不是只着重单一明星药物，而是把研发、临床、制造、合规、商业化都做成可重复、可扩张的模组。当然，李来也很清楚胰岛素价格多年来饱受争议。近年他推出每月35美元自付上限方案，配合公共政策降成本。这既是公关层面，同时背后也反映一个现实：当你规模大到影响千万人的疗程，定价与取的就不只是财务问题，而是信任问题。能否用合理的商业模式，让更多人真的用得上，决定了公司能不能站得更久。到了2024年，李来的市值曾登上全球药厂之冠，甚至创下药业史上最高市值的纪录。股民常把它比作医药界的苹果，产线有续航力，供应链能放大，品牌在医师与病人端都建立了忠诚。这个高度不是靠1-2张漂亮的临床数据就能达成的，而是数十年累积的口碑与纪律。从当年把胰岛素做成标准化产品的那一刻开始，
李来就理解了，医药不是卖一支药，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疗法体验。但别忘了，商业没有永远的第一，对手在追，监管环境更严，社会对药价更敏感。李来能否守住龙头，取决于3件事：第一，能不能把 GLP-1 的成功延伸到新陈代谢与更广的适应症；第二，能不能把产能与供应链的硬实力变成长期优势；第三，能不能在合规与可进性上走在前面，把信任当成护城河。若用一句话形容，李来是一家把科学做成人人用得上的产品而崛起的公司。它用胰岛素打开现代糖尿病医学的大门，用疫苗与抗生素守住公共卫生的防线，再用 GLP-1 重新定义体重管理与代谢医疗的可能。这2家制药公司诺汉诺德和李来听起来都很神，那他们的未来展望如何呢？接着看下去，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，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，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。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，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想了解我的看法，尤其是有玩台股、美股或是台指期、美期的朋友们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。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，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。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，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。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未来展望，升级版的瘦瘦针已经在市场上掀起风暴，但更精彩的对决现在才要开始。因为无论是诺汉诺德还是李来，他们下一步的重点都锁定在口服版减肥药。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，每周打1针，心理上还是会有排斥。但如果每天只要吞1颗小小的药丸，这是不是感觉轻松很多？这就是为什么口服药被视为下一个巨大蓝海。市场研究估计，口服药的便利性有机会让整体市场再扩张2到3成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单纯的产品升级，而是一个可以吸引全新族群的革命。尤其当保险公司看到口服药接受度高，副作用控制得宜，他们更可能把这些药纳入保单范围，让更多人能负担得起。这对药厂来说，就等于打开了更宽的金库大门。我们先来看看诺汉诺德，他们推出的口服版周先达最近公布了64周的临床数据，平均减重达到 16.6%。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我给你一个画面，如果一个90公斤的人开始服用这款药，差不多1年后，他可能会掉到75公斤以下。更惊人的是，有超过3成的病人减重幅度超过 20%， 这样的成绩几乎和原本针剂版本一样好，甚至在某些指标上还更胜一筹。对医生来说，这就像手上多了一把更顺手的武器，能让原本犹豫不敢打针的患者愿意开始尝试治疗。诺汉诺德显然看准了这一点，他们甚至已经调整组织，把一些在美国心血管领域的教育团队缩编，把更多资源转向推广口服周先达。等同公司在告诉市场，这就是我们的下一张王牌。不过，李来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的口服药 Orforglipron 呢，在72周的临床试验里，平均减重约 12%。虽然数字比诺汉诺德的 16.6% 略低，但别忘了，这个数据还是远优于安慰剂组，代表它确实有效。而且李来很清楚，市场不只看数字，还看速度。于是他们正在积极和美国 FDA 互动，试图加快审批流程。如果能抢在时间点上缩短差距，再加上李来全球强大的销售管道，他们还是有可能在这场比赛里逆转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更关键的一点是成本。根据业界消息 ，Orforglipron 的制造成本可能比诺汉诺德的产品低，这对药厂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低成本代表更大的定价弹性。如果李来能把价格压低，保险公司会更愿意买单，医师也更容易开处方。对患者来说，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享受类似的效果，这种吸引力不容小觑。所以这场竞赛其实不只是谁的药比较好，而是多层次的比拼。药效数据是一层，市场进入时机是一层，保险覆盖是一层，甚至医生在诊间的开药习惯也会影响整体走向。就像打牌一样，不只是看你手上有没有大牌，而是你怎么出牌。短期来看，诺汉诺德的优势比较明显，因为数据漂亮，临床结果亮眼。如果 FDA 批准顺利，他们的股价很可能率先受惠，
而且别忘了，诺和诺德的股价之前才因为下修才侧重错过一次，现在正好处于相对低点，市场只要看到正面讯号，反弹力道就会很大。李来虽然数据稍逊一筹，还面临肠胃副作用这个挑战，但凭借它的资源、通路和价格策略，它仍有后发制人的机会。未来几年，口服减肥药的市场预计会持续扩张，甚至超越今天我们看到的瘦真规模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